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讲这个OpenAI 有什么好玩的系列的第3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工具呢叫 MacGPT，因为我是一名苹果电脑的使用者，然后我从ChatGPT 出来之后也试验过很多很多的所谓苹果版本的 ChatGPT 工具，但是试验这么多之后呢，我发现最好用或者是我用着个人最习惯的就是这个今天要介绍的 MacGPT。那首先 MacGPT 呢是一个大神在Mac 上开发的一个第三方工具。那它呢功能很强大啊，可以通过 API 接口和网页接入OpenAI 或者叫 ChatGPT。界面也很友好，功能非常丰富，这也是我使用过的我认为比较好的工具之一哈。它的官方网站就是这个叫 macgpt.com，我们打开看一下。那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页面，下面是一些功能的介绍啊。下面我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功能。那第一个功能就叫全局唤醒，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Mac 电脑中的任何一个界面下，我们都可以直接唤醒这个 MacGPT 的工具，并且对它进行对话。那第二个呢是很有意思，是一个嵌入功能。那它可以通过嵌入的方式把它这个 MacGPT 呢或者是 ChatGPT 呢嵌入到我们常用的工具里面去啊，比如说嵌入到我们的写字板，嵌入到我们的备忘录等等。那第三个呢是它会有这个菜单栏上的这个快捷的窗口，那就是我们在 Mac 最上面的菜单栏里面，我们可以点击直接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去啊，可以跟它进行对话。第四个其实刚才也提到，它支持这个原生的 API 版本，同时也支持我们的网页版啊，这样两个可以互相切换。第五呢是它支持这个我们聊天记录的复制，不光是单条聊天记录，而且可以把整段，就是我们现在上下文整段的一个这个聊天记录呢，都可以复制出来到其他的地方。最后实际上它是支持语音的。那在这个语音的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可以摆脱键盘，通过语音对话的方式呢，跟它进行交互所以就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我们下载的页面或者我们的官方的主页，我们点这个 download，这样就会跳到这个作者在这个 Goose News 上面的一个下载页面。这个下载页面呢分几部分第一个是或者我们分成几步吧，我们去下载。那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登记一个价格，登记价格之后呢，我们要填写我们的电子邮箱。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去下载这个工具。所以在这里面呢，实际上登记价格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已经登记过了，所以这里显示再次购买。这个工具目前是免费的实际上作者也在这里说了，就你可以下载这个工具呢是免费的。我们在这个价格栏里面呢，我们填写0就好了。那所以我们在这写0。如果你第一次买的话，这里应该是加入购物车，但是我已经买过了，所以显示再次购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再次购买，或者是添加入购物车。这样会跳到下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就是结算页面了。那现在可以看到它的结算价格就是0，在这里面我们要写入我们的电子邮件并且点击获取。点击获取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下载的页面，就是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就点下载就好了。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下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工具呢，放到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里面我们点击执行。执行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它就是 MacGPT，它上来就会问你要我们这个 ChatGPT 的 API，就或者说叫 OpenAI 的 API。这个 API 呢，实际上我们要去从 OpenAI 的这个网站去拿，叫 platform.openai.com。然后我们在右上角这个 Personal 点进之后有一个 API Keys， 打开之后是这么样一个页面。这个 API 呢，我们可以生成一个新的 API。或者是我们就用以前已经有的 API 都可以。那我们现在演示一下，我们把 API 放到这个 MacGPT 中。我们先用一下我这个之前我自己的一个 API 我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我粘贴到这个 Open API 这个 key 里面去我点提交。
这样就进到了这个 MacGPT 的主页面。这里面有看到可以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是通过 API 来访问的，那这个是通过网页来访问的。我这个网页我现在没有设置我的这个路由情况，所以现在它是一个这个禁用的状态。我刚才调整了一下网络，现在就可以正常访问 OpenGPT 了。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就是一个网页的版本，我们给它简单的说一句话啊，那它会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因为词可能比较慢一些。OK，这是这个网页版本，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3.5版本的接口版啊。好，那我们进入设置。我们整体看一下它的设置，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填入的 API key 啊，放在这个位置。那第二部分呢，下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每一个设置整体情况哈。第一个 show tokens per message， 这个就是说它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次对话用了多少个 token。大家知道 token 是OpenAI 的计费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账户有一个大概的预算的控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打开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当ChatGPT 给我们反馈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已经做完反馈了，或者做完它的回复了，我们会听到声音提示。第三个呢，就是对这个格式的一些调整，比如我们可以支持这个 Markdown 格式或者是编码的一些格式。第四个呢，就是让它保持在最前比如我现在打开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我们这个菜单栏会保持到最前。那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设置哈。那这里面呢继续会有几部分，一个是第二个是 Web 功能，就是网页功能。当如果我们的网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用户的代理来生成网页或者进入网页功能。然后下面是菜单栏，菜单栏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在菜单栏里面调整一些，比如说调整它的间距调整它菜单的这个，我们会看到我在点的时候，它会变菜单上面的这个图标Global 呢，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它是全局唤醒就我这里面原本的话，你刚刚打开的话，应该是没有快捷键的状态我只是设了这个function 或者叫 option 加1。那在下次我们任何地方打开这个 option 加1的时候，我会直接唤醒这个 ChatGPT 或者叫 MacGPT 它可以直接去跟我进行对话比如说我在这个里面，我也可以随时唤醒它打开我的快捷键，可以直接进行对话。那下面其实是要选我们的 model， 就是我们是用 3.5 还是用4，因为我现在手里呢是3.5 的这个 Turbo 的 API 我还没有得到4的 API，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只能用 3.5。后两个选项实际上是我们的语音选项，如果打开的话呢第一个它会用这个语音来进行回复，那第二个呢其实会打开对话模式，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连续跟它对话我不需要用键盘的介入。Inline 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APP 的嵌入模式这个默认也是关掉的，所以当你一开始点这个 Inline 的这个模式启动的时候呢，它会要你一些系统的权限当然你给它权限输入密码就好了。同时呢，这样去跟刚才一样，我们要选我们 API 的版本是什么。这个 trigger 是什么意思？ trigger 是我们要去唤醒这个 inline 或者嵌入模式它的触发器。这里面其实可以选，比如加号、冒号斜线、点或者是横线。我们以默认的这个加号举例，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测试。那下面这个也是激活的方式，那我们是通过Shift 加回车激活呢，还是直接点回车激活这个就是我们跟它交互的方式。那好，现在我已经打开这个嵌入模式了，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刚才我们用的是加号，所以我要加 GPT hi， 然后用 Shift 加回车。这会儿出现这个图标的时候，它已经开始 GPT 已经开始工作，并且我来问它一下宫保鸡丁是哪里的菜 ？Shift 加回车，它已经开始思考，并且给我反馈一道传统菜肴，请一个四川省。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我们在使用一些文本的工具的时候或文字的工具的时候可以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调出ChatGPT，并且把文本返回到我们的这个文字工具里面去，这就是它的这个 inline 或者叫嵌入的功能。prompts 呢是我们在每次给它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前缀，那这个前缀实际上帮我们去更好的理解问题。那这个因为作者是英文环境，所以我们如果是更好的支持中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改成中文就好了，改成比如你好，我是你的一个小助手，对吧？我叫什么名字，或者名字都可以不要。继续的话呢，就我希望你用简短用这个比较准确的这个回答来回答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成中文，或者当然如果你希望其他语言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 prompts 改成其他的语言。这个就是作者的关于页面了。关于页面里面呢，我们还会发现它有这个 iPhone 版本，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下载它的 iPhone 版本。那最后其实就是为作者去提供支持我们要支持作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给他 donate 或者我们给他捐赠这个是欧元我们选一个金额给他捐赠就好了。这就是今天整体的这个我的介绍我希望把它保持的比较简短，因为这个工具呢是非常好用而且呢是一个免费的工具。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用自己的 API key 填进来之后，然后可以用到它或者解锁它所有的功能。如果大家就喜欢我这个视频或者这类的视频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3连来支持我给我点个赞帮我去点个关注。好，那就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